未来世界人类是可以用双臂飞翔的，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一顶帽子，不仅让人类学会了鸟类的语言，还让体重足有250斤的喵被鸟类当成了同类。这天，大雄与静香约会，地点选在了鸟类聚集的湖边。大雄以为妹子这是馋肉了，想抓2只给她塞牙缝，可他不仅出师不利，把群鸟轰回了家，还把约会圣地变成了社死现场。静香顿时分手的心都有了，大雄只好求助小多拉，希望可以以鸟撩妹。小多拉正好有一堆戴上就可以成为鸟类同伴的小鸟帽，比如这顶弹性超棒的鸽子帽，套在脑袋大的伙夫头上，不仅毫无违和感，还让体重足有250斤的他身轻如燕。大雄也想体验飞一般的感觉，可惜他过期牛奶喝多了，竟选了一头不会飞的鸡。直到他换了麻雀帽后，才学会了轻功。他们来到静香家中，小多拉从口袋中掏出一堆小鸟帽，最后选了一顶特别适合撩妹的天鹅帽送给了静香。看着漂亮的妹子，一人一猫馋得像个傻子。然而就在几人飞走之后，虎夫2人却出现在了现场。他们戴上帽子，不请自来加入了队伍。然而下一秒，胖虎就被迫练起了铁头功，用自己的身体对各种建筑狂轰乱炸。原来他戴了夜行鸟类猫头鹰的帽子，换而言之就是白天是个睁眼瞎。小夫庆幸自己戴的是翠鸟，可翠鸟却有一个铃儿响叮当的名号——捕鱼之王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只见小夫一个丝滑的入水，就搞定了今晚的夜宵，送走了这俩退学完偷盗的。大雄3人在河中发现了一头受伤的绿头鸭，小多拉用仪器检测发现是翅膀受伤，便用医疗箱帮绿头鸭治疗，让它满血复活。小多拉想让它去找伙伴，可绿头鸭却原地认起了爹。原来绿头鸭是群体迁移的候鸟，估计是因为受伤被同伴抛弃了。既然他的伤已治好，可以飞翔，小多拉便决定把这个干爹的身份做到底，要亲自带队帮绿头鸭找到伙伴。与此同时，虎夫2人重新选起了帽子，可惜不是把树当成亲儿子的啄木鸟，就是只会学舌的鹦鹉帽。胖虎本来就够气的了，小夫还学着胖虎说话，小夫每学一句，胖虎的怒气值就怒增1点。终于在学了9972句后，胖虎还是决定能动手就别动嘴。另一面的大雄3人虽然不是鸟，却在教一只鸟如何飞翔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虎夫2人赫然出现在头顶，绿头鸭顿时一惊，胖虎仅用一个眼神，就让刚才只想靠干爹的绿头鸭慢慢在水上拍着脚蹼，最后成功飞了起来。胖虎做梦都没想到，这年头当坏人竟然当出了成就感。之后大雄3人护送着绿头鸭一路向南，并发现了前方不远处的绿头鸭鸟群。然而虎夫2人却阴魂不散，为了不让鸟群被胖虎阴吓走，3人决定让静香护送绿头鸭，小多拉和大雄则留下来对抗胖虎。一场没有鸟类参加的空中之王对抗赛一触即发。此时的静香已离鸟群越来越近，眼看成功就在眼前，空中却真的出现了一头干饭的鹰。只见老鹰二话不说干翻了几位空中之王，然后朝着静香的方向飞奔而去。眼看绿头鸭就要成为午餐肉，2位猛男出现挡住了伤害。只见2人一鹰疯狂炫技，然而胖虎连老虎都能打成肉酱，老鹰自知自己不抗揍，于是一脚地板油直接溜了。有些人突然有了人性，大雄也便顺道夸了几句。岂料胖虎竟表示，我最擅长的就是见义勇为。好家伙，这脸上得糊了多少吨的水泥才会如此厚颜无耻。而此时绿头鸭终于回归到了鸟群中，估计再见时已是明年的春季。直到这时大雄才发现队伍中貌似少了一个人，因为天鹅也要南飞。静香她控制不住她自己啊。